凉风有信，却无边。我是一顶奇迹的前女娲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锋传奇。骷髅大叔正在老魔女这里做客，老魔女捶了捶背，终于完成了一件盔甲。外面的结界忽然被什么人轻易的打破了。在老魔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骷髅大叔决定为了老朋友一战。而解决完事情回来的希尔杰，似乎在一瞬间也感受到了师傅的意念。格斯走着走着忽然倒下了，可在寺庙的时候，他的伤口明明已经愈合了呀。希尔杰看出他只是肉体的伤口恢复了，而幽体的伤痕并没有好转。希尔杰希望赶紧回到师傅那里，那里应该会有灵药治疗格斯。希尔杰问起格斯在兽鬼巢穴都发生了什么，区区兽鬼应该不会将格斯伤得那么重。格斯轻描淡写地说，只是用我的剑教训了一下那个自居天使的怪物。希尔杰惊了，格斯的实力竟然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。走着走着，希尔杰感受到了异样的气流，这气流是从森林的宅邸传来的。宅邸挤出的结界已经被破坏了，几人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格斯让法尔纳塞和卡斯加留在这里，他和卡斯加的烙印爆出鲜血。到了宅邸外面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火光，希尔杰尖叫着冲进去寻找师尊，而拦在此处的怪物也被格斯认了出来，这些都是使徒。格斯的身体撑不了长时间的战斗，好在骷髅大叔及时出现救下了格斯。骷髅大叔解释道，他和这座宅邸的主人颇有交情，所以才会出现在这里。旁边的使徒看不过眼了，质问骷髅大叔到底是谁。骷髅大叔表示，你们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，不妨称我为5位天使的仇敌。使徒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我们主人在转生之时出现在彼岸的战士吗？而你则是我们主人的祭品，是其中一个活下来的人。格斯听到这里似乎有点明白，这时佐德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这下格斯彻底明白了，这来的不都是格里菲斯的人吗？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，是之前说到的古伦贝鲁多，为了方便我就叫他火龙吧。火龙想要和格斯一战，因为他知道格斯是从时之刻中活下来的勇士，他作为鹰之团的武士想要和格斯一决高下。格斯惊了，鹰之团，格里菲斯竟然又成立了鹰之团。画面来到希尔杰这边，希尔杰还在大火中寻找着师尊，师尊的声音忽然响起，师尊说要把一个东西交给格斯，恐怖的敌人正在逼近，一定要尽快。希尔杰想起师尊要在火海中丧生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，但师尊表示人长生不死是违背常理之事，这已经很罪孽深重了，你应该明白的。希尔杰怀念起从前的日子，哭出了声音。在外面的格斯被火龙一顿虐，他不敢相信，明明还是人类姿态的火龙，实力竟然比使徒还要强。但是你们凭什么可以自称鹰之团？格斯向前冲去，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无法再进行战斗了。剩下的使徒们已经冲进了宅邸，打算取下魔女的人头。希尔杰带着众人去了宝库，因为那里有师尊大人吩咐他要交给格斯的东西。希尔杰传话给格斯，让他赶快赶来宝库，趁着石头人帮格斯抵挡攻击的空档，格斯火速前往宝库。大家看到格斯的伤口都惊了，这样的格斯怎么可以穿上老魔女交代留下的盔甲呢？但格斯拉住希尔杰，表示自己完全可以。大家没办法，不穿的话是没有办法打败使徒的，穿上还有一线生机。就这样，格斯穿上了狂战士铠甲，他从吞噬他的使徒身内破体而出。穿上了盔甲的他实力更强了。伊斯多洛责怪希尔杰，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但希尔杰却表示，这东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格斯穿上后，身上的伤口奇迹般的不疼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身体里仿佛有个狂暴的东西正在翻滚，而且身体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对他说，交出来吧，交出一切吧。铠甲的形态忽然变成了一个怪兽。这一集的故事结束，那么格斯穿上这款战士铠甲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会不会失去自我呢？接下来的谜题只能下期给大家揭秘啦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投币、关注订阅，拜拜。